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卡环游记，我是大卡，我是小桃，下午好。OK， 今天呢又是我们的江南居系列，我们会单独的把几个城市，就是做成江南居系列，就包括苏州、无锡、张家港和江阴。张家港和江阴自然不必说，因为本身是我们的家乡。然后苏州、无锡的话，因为本身我们去的会比较多一些，尤其像苏州，我是在苏州念的大学，所以说苏州的很多的方面都是比较熟。不吹牛的说，我在苏州应该骑脚踏车都骑了有1万多公里。像苏州也有很多好玩的一些地方，像大家知道的太湖，包括枫桥寒山寺、虎丘塔。还有那个比较文艺范的叫平江路啊、山塘街，还有很现代化的苏州的园区这些。还有博物馆。对，还有苏州博物馆，那是贝聿铭设计的。江南居系列呢，我们会不定期的更新，因为可能会拍的比较琐碎一些，不像去一些其他地方都需要住宿，像苏州、无锡啊这些地方，我们只要1个小时，可能就要1个小时出头的时间就可以到，所以我们也不会住在那边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希望把我们这边的1年4季的一些风景，然后包括一些好玩的地方呈现给大家。在这个江南居系列呢，我们会介绍我们江南当地的一些美食美景，未来可能说还会介绍一些服饰文化，甚至说我们这边的方言，大家耳熟能详的吴侬软语这一块，我都会一一详细的去做，每一集都会去介绍。这次呢，我们选的是苏州的太湖边，它有2个比较有名的，一个是东山，一个是西山。然后这次我们去的是东山，东山呢它是一个半岛。像苏州东山的话，大家肯定听过一种茶叶叫碧螺春，最有名的就是苏州东山茶厂产的碧螺春。不过现在是冬天，它不是碧螺春上市的季节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京沪高速上，就是可以明显感觉得到，刚刚我们走那个西张高速的时候是很空的，这边京沪高速一下子到了苏州无锡段，它就车流量非常的大，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两边它是有路灯的，好像一般来说只有车流量很大的地方才会装这个。其实一般苏州市内通勤的话不用走高速，基本上快速路可以直达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走的比较晚一些，然后刚好是拍那边的夕阳，所以我们就赶了一些，就直接高速过去。已经下了高速，现在离东山还有26公里。我们现在就停在这个太湖边，有没有那种一望无际的感觉？没错，而且阳光照在这样子的漂亮的湖边，眼睛都睁不开来了。可以看到我们在的地方是苏州的东山，那边应该是苏州的西山。西山上有那个叫什么缥缈峰、灵乌洞。我们好像快到了，马上就到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边陆象古村，因为我们之前办过苏州的休闲年卡，所以直接在这边换票进去。如果说购买的话，差不多单价要65块钱一张，还是比较贵的。好小一只，看到没有？好的，你拍得到吗？拍不到吧？我这个那不是相机可以拍得到。那小鸭子看起来有一点点孤独，怎么会有这么小啊？一个人在那边。
哦，看到了2只，那边哦，它的鸭妈妈应该在那边。进门看到了好多在游水的小鸭子。鸭妈妈怎么看不到呢？鸭妈妈呢？不知道，都是很小的。哎，它们集合了。这个村里面它种了很多这个枇杷，好像东山白玉枇杷是比较有名的。以前我们学校有那种学期作业，然后当时让我们选地方，就在苏州的东山、西山的这种古村去找一些取景的点，然后我们拍成故事片。以前我开始选的是这边那个录像古村，但是好像这边太不方便了，当时就转到西山去。我记得当时我们从东山到西山还是坐的快艇过去，280，太贵了。280，我没有坐过快艇。好的，我们今天也不坐，太冷了，因为你知道他在那个东山那个枇杷成熟的时候，这边都要堵车的。这个上面的雪居然还没有化，这个好像还1个礼拜之前下的吧？对的，上面都结成块了。可能这个因为这边是半岛上，它可能会冷一点。以前我们村也有的，但后来文革的时候，就都拆掉了。我可能说的比较直白一些，原来那个他们说东山这边很多都是富户，就是一般有钱人家在这边安家，所以说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些村落。但是那个西山的话，因为东山它是跟陆地是相连，它是一个半岛，三面环水，一面和陆地相连。但是西山的话，它就是完全是岛上，所以说，东山富户多，西山的话就是一些岛民比较多，这个人好少，但是比较安静一些，就适合可能说在这边闲庭信步啊什么的。就是很多富户多，就是很多对很多出很多当官的。1品官、2品官这样子的，1品官、2品官门槛越高，官越大。像这种房子，你别看这个烂烂的，里面都是人家这个私人房子，对，里面小桥流水啊，石头石子啊，这个里面很漂亮的大院子。对，像西山就不一样，西山就可能普通一些。西山镇是改造过了，对，整个西山变成等于新的了，对，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。这里不能动，这个是东山这个镇，这个老街不能动的。你看这堵墙啊，300多年了，等于是城墙。对，城墙以前都是糯米什么这个砖砌起来的，你别看这个墙300多年了嘞，这个墙对里面这个砖呀什么呀，以前还是做饭店的。你别看啊，这如果拆掉了是吧？它每一块砖里面都有刻字的。哦，对，以前就是就谁哪里造的这种。对，不是清朝啊什么这种字，反正我们看也看不懂。上次有一家上面也有一家挖出来啊，好多砖头，好多石头，人家都拿走了，都有上面都有花纹，然后字像以前铜钱一样的什么乾隆啊什么这种刻在一起呢，就老的青砖那种，这青砖。就是像这个路啊什么，应该都是重新改造过，都是以前的。但是我看这个石板路是以前的呀，以前要塌下去了就是这样子修一下过了，但石头是没变过。对，石头是没变过，就是把它稍微下面就是打地基一样的鼓给它打牢一点，对，就不会弯了，就是这样。这个石头是不能动的。你看这个人家车子来来往往嘣嘣嘣嘣的，你看这个都是人家对补的那个，不然的话不弄个的话，车子啊什么看过3轮车，它这大车进不来的，对，都是人家挨家挨户的民宿都是有3轮车，3轮车人家不是游客来玩吗？然后都10几个皮箱要装进来。最热闹的就是3月份、4月份、5月份、6月份、7月份。因为我刚刚还说，就是因为这边不是东山枇杷很有名的吗？就可能西山的枇杷是东山有名，对，东山的枇杷是人家昆山的人开车过来到这里来的，对。但是你不知道的，一吃就比较一下啊，就是不一样，对，因为土质的问题，就是说它这个是3月份是立冬春采茶叶的时候。3月份、4月份啊，4月底、4月20多到5月中、
是枇杷季节最旺的，对，枇杷是大概20多天就结束了，然后枇杷结束，杨梅上市。对，杨梅是头基杨梅最好吃，下雨过的杨梅不甜，不太好吃。因为5月份的时候杨梅5月后面，5月大概5月中后面，5月底，但是杨梅。像这边我知道那个很有名碧螺春茶，对，碧螺春是那个东山茶厂的最好的。对，碧螺春故乡嘛，这里是。对。6月份嘛，就是杨梅的。让大家等我2话，你们连续到了你火辣椒。7月份桃子。对。以前还有橘子，橘子不值钱嘛。对。后来就不种了。以前人家橘子红了，片录像不是电影吗？电视橘子红了不是这里拍的呀？是这里录像古城拍的。对。然后他这里橘子没有名嘛，然后枇杷是最有名的。所以说挨家挨户基本上都有枇杷。对，所以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，那个枇杷都已经长出围墙外了。这样子围墙外，它那个杆子搭着啊，就是以防台风就是倒下来，把树枝呀。那我看到那个他来的时候，他不是有的那是上面种的茶树，然后他搭的那个脚手架什么的。脚手架不是茶树，那是枇杷。茶树是矮的，那个是枇杷。枇杷都是对脚手架搭的。对。以防它那个山陡呀。然后台风来了，它湖面台风来了，比如有风，他怕那个树大的倒下来，压到下面，全部滚下来。对，就是这个以防2嘛，采枇杷的时候可以爬上去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这才有点样子嘛。这个就是人家原来的小别墅这种啊，这个好像院子虽然小，但是别有洞天的样子。陆巷古村有许多私家园林，我们随便走进一家，里面都是别有洞天。哇，这个真的是，对吧？我往前面走，真的就是人家那种老的房子，里面还有福禄寿3星。不过，听说有更大的园子，5000平。我们趁着打烊前，气喘吁吁地赶了过去。这里到了望族文化展示区。4点半啊，现在4点20啊。好的。哦，这是明朝时的一个宰相。我们来到了会合堂，此堂为明朝内阁首辅王傲的府邸。那留园也不过就这种感觉吧。不过他是留园，他们是在苏州城内的。这确实很有钱啊。会合堂5进5出，规模宏大，建筑面积约3000平，占地面积5000平，砖雕、木雕十分精美。这里估计都是私家园林哇。小花园确实很大，这个范围。这个是人家原来的古井，真的是井。放一个轿子就要放一个轿厅。会合堂所在的陆巷古村，背山面湖，东面是莫里峰，南面是碧螺峰，西面和北面是太湖。南宋时建成村落，自明代以来人才辈出。明正德初大学士王傲的故里即在此村。古村依山傍水，物产丰饶，红橘、杨梅、枇杷闻名遐迩。碧螺春茶叶更是享誉海内外。那出去我们看那个夕阳吧。
个录像古村，看完了这个太湖上的落日，我们就准备回去了。哇，远处好漂亮！